各系中大型 SUV 山地越野爬坡对比，参与测试的车辆都是一些比较昂贵的车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SUV 参与了测试，它们分别是 3.0T 的宝马 X5、路虎揽胜运动、奥迪 Q8、奔驰大 G、宝马 X6、沃尔沃 XC90、大众途锐、哈弗 H9、特斯拉 Model X、奥迪 Q7、奔驰 GLA、吉普大切诺基、雷克萨斯 RX350。那么首先第一个开始测试的是来自北欧的豪华品牌19款的沃尔沃 XC90， 它搭载的是沃尔沃的 T5 发动机， 2.0T 直列4缸，最大马力249匹，峰值扭矩350牛米，驱动方式为全时四驱。随着坡度的增加， XC90 的后轮进入第一个交叉轴，由于无法脱困，司机直接打开越野模式，但可能是由于 2.0 排量的原因，加上2吨的车重，又处于一个上坡阶段， XC90 一直处于原地刨坑的状态。随后司机想从旁边绕过去，但无奈 2.0 的排量对这辆2吨重的 XC90 来说还是比较费劲的，加上又是多片式离合器式差速器的原因，它的动力并没有增大后轮的驱动力，最终凭借着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算是成功脱困，那么也算 XC90 挑战成功。接下来是同样为 2.0 排量的大众途锐，途锐发动机的排列方式为直列4缸发动机，最大马力249匹，峰值扭矩37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越野界远近闻名的托森差速器，加上它那跟奥迪 Q8、保时捷卡宴相同的平台，途锐行车电脑会自动调整前后轴的动力输出，前轴最高可达 70%， 后轴 8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2.0T 的途锐为什么那么强了，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都是 2.0 的原因，却要比沃尔沃强的原因了。第三辆是雷克萨斯 RX350，它搭载了一个 3.5 升的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300匹，峰值扭矩370牛米，前置全时四驱。在运动模式下， RX350 前轮连第一个交叉轴都过不去， 3.5 的排量尽管四驱再差，我觉得这里都应该能开过去。随后驾驶员尝试关闭 RX350 的 ESP， 但似乎没有多大的成效，最后将车辆往后倒出一小段距离进行加速，这还真印证了网友们说的老年代步车淡出去雷克萨斯的动力。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ES200 这款车的。第四辆是宝马 X6， 性能车终于登场了。宝马 X6 搭载了一个 3.0T 的直列6缸发动机，最大马力340匹，峰值扭矩450牛米。虽然是多片式离合器式中央差速器，但凭借着宝马 X6 偏向于性能车的调教，在遇到有车轮悬空时，其他接触地面的车轮也是可以爆发出一个强大的动力的。如果这辆 X6 选装了后桥限滑差速器，那么它的实际表现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宝马 X6 的动力储备相当充沛，空气悬挂也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力，最终 X6 凭借着野蛮的方式挑战成功。第五辆是上期众多网友要求的奥迪 Q8，Q8 搭载了一个 3.0 排量的 V6 发动机，最大马力340匹，峰值扭矩500牛米。现在的 Q8 搭载的是扭矩分配范围更广的冠状齿轮差速器，这玩意是个纯机械的构造，不需要像其他四驱那样需要电脑的控制，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调节前后轴的动力分配，前桥最大可达 70%， 后桥最大 80% 的动力分配。从实际表现来看，奥迪 Q8 的四驱也是目前来说表现最好的一个，看来奥迪的 Quattro 并不是吹得那么厉害。第六辆是奔驰 G63， 这大概是奥迪 Q8 目前遇到最强大的对手了。G63 搭载的是 5.5 升的 V8 发动机，最大马力571匹，峰值扭矩760牛米。G63 直接打开中央差速锁跟后桥差速锁进行挑战，同时打开低速四驱，这基本上是它最强的越野状态了。此时的 G63 四个轮子由于粘在了地上一样，连一点打滑都没有出现，这不得用稳如老狗来形容它。第七辆是路虎揽胜运动，揽胜搭载的是 5.0 排量的 V8 发动机，最大马力525匹，峰值扭矩625牛米。打开路虎的全地形反馈功能进行挑战，它可以自动识别路面状况，自动调节悬架行程跟动力的分配，轮胎限滑也将变得更加敏感。这玩意跟奥迪相反，奥迪靠的是机械，路虎则靠的是科技跟机械的结合。不得不说，路虎揽胜的表现甚至要强于奥迪 Q8。就从眼前的上坡路来说，当然奥迪的极限应该会更强一点。第八辆是奥迪 Q7，Q7 搭载的是 3.0T 的 V6 机械增压发动机，最大马力340匹，峰值扭矩500牛米。在奥迪 Q7 身上用的是托森差速器，
这也是一些人认为这才是奥迪真正的 Quattro 原因。其实我感觉这两者的差别都比较类似。同为奥迪的 Quattro 车型 ，Q7 非常轻松地通过了第一个交叉轴，毕竟有些车连第一个交叉轴都过不来。基本上在轮胎出现打滑的情况时，只需稳住油门，在原地等待1秒后便能脱困。奥迪 Q7 的表现也跟 Q8 比较类似。第9辆是奔驰 GL1450， 它搭载的是 3.0T 的直列6缸发动机，最大马力367匹，峰值扭矩500牛米。GL1 在越野模式下进行通过，有看过上期越野视频的小伙伴便知道，奔驰的舒适模式跟越野模式差距还是蛮大的。在越野模式下的 GL1 动力并没有网友们说的那么不堪 ，GL1 的4驱调教也是蛮激进的，在稍微深踩油门后，动力便非常快的传递到4个轮子上，电脑对4个轮子的动力分配也比较精准。第10辆是此次比赛唯一的一辆电动车，并且这辆特斯拉的价格近乎100万。它采用一个前后双电机的布局，车身重量达到了 2.4 吨，最大马力417匹，峰值扭矩657牛米。由于电机直接对轮胎进行驱动，感觉它的实际表现应该不会太差。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没有传统油车的复杂的机械结构，特斯拉 Model X 就是哪里缺动力就往哪里干，这也让人有一种非常平庸的感觉。第11辆是哈弗 H9， 它搭载的 2.0T 排量的直列4缸发动机，最大马力245匹，峰值扭矩350牛米。由于哈弗 H9 的挑战时间跟其他车辆时间不一致，在挑战前夕出现了下雪，这也对路面的泥土进行了压实，所以哈弗 H9 的表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12辆是吉普大切诺基，大切诺基搭载的是 3.0 升的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238匹，峰值扭矩295牛米。大切诺基首先以标准模式进行挑战，由于它的车重达到了 2.3 吨，再就是它的这个动力，让它有点小马拉大车。经过多次的尝试，终于前轮算是通过了，但随着坡度的增大，大切诺基的后轮被死死地困在里面。打开低速4驱后，大切诺基的动力明显有一个变化，后轮很快的就开了出来。大切诺基的4驱模式 Quattro Track 全时4驱，系统自行分配前后轴动力输出，这也让大切诺基在较弱的动力上有着较强的通过能力。最后一辆是宝马 X5， 搭载了一个 3.0T 的直列6缸发动机，最大马力340匹，峰值扭矩450牛米。X5 4驱为适时4驱，让我们来看一下 X5 的表现能不能强过宝马 X6。看到这的小伙伴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写下你认为此次越野最强的车辆排名。